哦，那土匪为何会独独偷他的荷包啊？不偷别人的？难不成他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奸情？此话一出，百官们齐齐虎躯一震。老天爷呀，这是他们能听的吗？这裴家的人是不是都遗传毒舌？上次裴彦白骂得够狠了，这次皇帝老儿直接给人家坐实啊！这下钟永侯难做了，承认吧，那不就是承认他儿子被人戴绿帽子？不承认，不就是他儿媳妇收买土匪绑架郡主？无论选哪个，都有他受的。陛下，既然钟永侯不知情，陛下不如命人将世子夫人带到殿前询问一番。不知道老夫哪里得罪了少卿大人，竟让少卿大人如此咬着不放啊！侯爷这话说的，下官怎么听不懂？如今证据摆在眼前，难道不应该传唤当事人吗？还是说绑架小郡主的事，侯爷觉得可以轻轻接过？钟永侯懵了，嘴巴张了张，不知道说什么，目光疯狂地朝温国公使眼色。该死的呀，那不是他的女儿吗？他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啊？温国公冲他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，这才走出行列。陛下，老臣觉得少卿大人说的是，的确应该传唤世子夫人过来问话。这温国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就连裴荣景和姜慈州都正愣住。哎，这老东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温义欢的父亲吗？怎么不帮着自己女儿？不清楚，但肯定有诈。不行，叔叔，我要出去打听一下。哎，等等我跟你一起去。皇帝却眯着眼睛盯着温国公。那便依着温国公的，来人去传唤世子夫人，即刻进宫。他也想看看温国公到底想要干什么。在等待大理寺卿和世子夫人的同时，百官们也没闲着，继续上奏。管理西河县的冯大人率先走出了队。陛下，微臣有事要奏。准奏，回陛下，西河县最近接二连三的有人家的孩子患上了软骨病，微臣觉得此事十分蹊跷，但却查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，恳请陛下能将此案情交由大理寺勘察。裴荣景神色微动，想到了什么。他们是从何时发病的？至今有多少人得了此怪症？之前的白院正的小孙子就是因为得了软骨症才被温贵妃要挟，但是昭昭替他看过后发现他根本不是得病，而是因为他随身携带的平安符乃是巫蛊之术。回摄政王，约莫从上个月开始至今已有15起，下官一开始以为是不是得了什么传染病，可是这病症古怪就古怪在患病者都是5、6岁左右的孩童，而且还都是近3个月内去护国寺的求过平安符的。果然如此，与燕白说的一致。裴荣景面色凝重了许多。护国寺有无尘方丈坐镇，怎么会出现在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？这时有2只蜜蜂结伴飞了进来，一进来就听到了冯大人的话。呀，终有人发现了吗？护国寺里藏着的秘密。发现又怎么样？那可是护国寺，谁敢去轻易调查护国寺啊？哎，就是可怜了这些孩子们。哎呀，走了，这金銮殿又没有花蜜，真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飞过来。我听其他动物朋友说，这小郡主能听懂我们说话，我这不是好奇过来瞧瞧吗？小郡主啊，就是那个睡在龙椅上的。她怎么睡着了？真可惜，我们下次再来找她玩吧。2只小蜜蜂转了一圈，又飞走了。裴景帝却怔愣在原地，这还真跟护国寺有关啊！可是护国寺的无尘大师可是他爹的师傅啊，想必这件事无尘大师也不知情。焦爱卿，既然冯爱卿已经提出来了，那这件事就交由你来调查清楚。微臣遵旨。约莫1个时辰后，大理寺卿终于带着海公公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神色慌张的温义欢。臣妇参见陛下。平身吧。沈爱卿，你可查到了什么？启禀陛下，微臣并未发现有什么歹人留下的痕迹，但是微臣在钟永侯的地库中发现了大量的老鼠毛，微臣猜想或许这银钱丢失和老鼠有关。沈大人，你是想说是老鼠偷走了本侯的银钱吗？下官并未这么说。陛下，老奴有事启奏。说。海公公小心地瞥了眼钟永侯，这才颤巍巍从袖子中抽出一个账本。钟永侯也发现了他手中的账本，顿时脸色煞白。这阉人是怎么发现我的账本的？我可是藏在了地板下，那么隐秘的地方，他是怎么找到的？陛下，这是老奴在钟永侯的书房中发现的账本，上面记载着被盗官银的去向。老奴斗胆对了下数目，竟与3年前丢失的赈灾款吻合。
合，还请陛下过目。现场再次哗然。海公公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3年前的赈灾款丢失案与钟永侯有关？微臣记得3年前负责押运赈灾款的人好像是上一位的员外郎，因为官银丢失被陛下贬去了岭南。那员外郎不就是钟永侯的亲侄子吗？钟永侯早已经汗流浃背，将账本给朕呈上来。海公公丝毫不敢怠慢，立即捧着账本递了上去。裴景帝快速地扫视了遍账本，脸色越来越沉。钟永侯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老臣是冤枉的呀，这东西老臣根本就没有见过呀。哼，冤枉！朕昨夜早已经收到了封密信，里面将你如何得到赈灾款、如何贪赃枉法的证据一一写了出来，还将你把账本藏在书房的地板中的事情也告诉了朕。否则，你以为朕为何会命海公公去找账本啊？钟永侯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老臣，密信究竟是谁出卖了我呀？难怪他找皇帝哭诉丢了钱财时，他能那么痛快地答应，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。陛下，老臣真的是冤枉啊，还请陛下明察呀，否则老臣宁愿撞死在这金銮殿上。钟永侯，你当真以为朕只有这些证据吗？昨夜那些丢失的黄金是朕给你留的最后颜面，若你今日没有来找朕告状，朕兴许还能当作不知道。钟永侯，今日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什么叫杀人诛心？这就叫杀人诛心。明明他也是才刚知道，但是他就要冠冕堂皇地装一波，既让百官们知道他的仁慈，又让百官们见识到他的手段，简直是一举两得啊！我真不愧是一代明君呐！啊，什么？钟永侯跌坐在地，猛地抬起头。昨夜的黄金竟然是陛下的人运走的吗？陛下竟然有如此能耐，这当真是我看着长大的陛下吗？竟然如此恐怖如斯！望着钟永侯震惊不已的眼神，裴景帝有些不自然地轻咳了声。黄金是小老鼠运走的，自然和昭昭脱不了干系。如今他直接将黄金丢失的事情揽在自己身上，既让众人没有心思查下去，也能震慑朝纲。来人，即刻查封钟永侯府，全族上下尽数押入刑部大牢，待查出所有涉事官员，再一并处置。钟永侯直接吓得气血上涌，猛地喷出一口血。陛下，还请您念在老臣曾经为大圣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，饶过钟永侯府吧。温义欢终于回过神儿，瞳孔中满是恐惧和震惊。公爹他竟然敢贪污赈灾款，还被陛下给查出来了，那钟永侯府岂不是要完蛋了？不，绝不能让钟永侯府完蛋！他扑通跟着跪在地上，跪着移动到钟永侯身侧。陛下，我公爹一定是有苦衷的，他绝不是贪污赈灾款的人呢。放肆！苦衷是何种天大的苦衷，能让他放任上万人的性命不顾，将所有赈灾款贪污？你当朕是眼瞎还是昏君呢？像他这样的草菅人命、罔顾百姓死活的人，朕就应该赐他斩立决。温义欢的脸瞬间白了，哆嗦的一句话都不敢再说。儿子怎么就娶了这么一个蠢货呀？跟钟永侯一队的人开始纷纷站出来求情。此事已定，若是有人再敢求情，一律按同谋处置。刚才还呼声高涨的众人顿时偃旗息鼓。温义欢，你买通山匪绑架小郡主，如今证据确凿，理应处死。来人，将他给朕拉出去杖毙。温义欢猛地抬头。陛下，臣妇是冤枉的，臣妇没有买通山匪害小郡主啊！陛下，御林军已经将他往外拖，温国公有些站不住了，焦急的目光不断往殿外看，好像在等什么人。眼看着温义欢即将被拖出大殿执行杖毙，殿门口忽然走进来一道淡黄色身影。陛下，温义欢不能死。裴景帝瞧见来人，神色恍惚。皇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吃完瓜的2只小老鼠悄咪咪地跑进了殿中。啊，这是谁啊？先帝怎么对他这么恭敬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可是大圣朝唯一的长公主，皇帝的亲姐姐，就是那个大圣朝刚刚成立，为了稳固北戎，自愿前往和亲的永宁公主。可不就是她？她在北戎受尽了屈辱，大圣朝刚一稳固，皇帝就亲自带兵将她从北戎接了回来。要不是她呀，大圣那3年可没有喘气儿的机会。难怪皇帝对她那么尊敬。可她现在来金銮殿干什么呀？还有，她看向温义欢的眼神是怎么回事？
不清楚，再看看。永宁长公主也不拖大，恭敬地走到裴景帝跟前，施了一礼。陛下，永宁此次前来有事求陛下。何事啊？请劳烦皇姐亲自前来。永安公主的视线从裴景帝脸上移开，最后落在温义欢的脸上，眼睛瞬间就红了。她连忙走上去，推开抓着她的御林军，像，真像，和娘年轻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。永安长公主的话音刚落，现场瞬间哗然。温义欢更是怔愣地望着永宁长公主，她竟然是长公主的女儿，这是真的吗？礼部尚书颤巍巍上前询问道：长公主这话是何意啊？这温义欢不是温国公的女儿吗？怎么会和公主像呢？难不成是长公主和温国公？温国公闻言顿时虎躯一震。尚书大人，这话可不敢乱说呀，义欢是老臣的养女，并非老臣的亲生女儿。他也是前日无意间瞧见了长公主年轻时的画像，顿时觉得和义欢像极了，这才多方打听，竟还真让他探查到了一点线索。长公主在远嫁北戎之时有过一个情郎，温义欢就是那个时候怀上的。永宁心疼地望着温义欢，你叫温义欢，真是个好名字。是，我叫温义欢。长公主，我真的是你女儿吗？不会有假，除了你的长相和我很像之外，你的左肩上是不是还有一处暗红色的蝴蝶胎记？蝴蝶胎记？温义欢的心中倏地一沉，他的左肩才没有什么蝴蝶胎记，有蝴蝶胎记的是温时宜那个。不过他虽然没有蝴蝶胎记，但是他却有一个和蝴蝶胎记相似的疤痕，否则当初温父又怎么会将他和温时宜那个报错？听到蝴蝶胎记的裴荣景倏地抬起头。蝴蝶胎记？他隐约记得当初被他强迫的女子左肩上也有个蝴蝶胎记，那个人难不成是温义欢？不是啊，他记得那个女人的左肩蝴蝶印记更像是画上去的，因为她的蝴蝶印记颜色太过艳丽，所以那人不可能会是温义欢。他到底是谁？为何会给自己左肩画上蝴蝶印记？温义欢假装惊讶地看向永宁长公主。您怎么会知道？我让人在你洗澡的时候偷偷看了眼，你别怪娘也是想要确定清楚才好来找你。义欢不怪娘，若非您今日出现，义欢早已经被杖毙了。永宁长公主闻言，眼底闪过一丝温怒。陛下，不知义欢犯了何事，你竟然要将他杖毙？他买通了山匪，意图绑架昭昭，朕才要杖毙他。这一切会不会太巧合了？我刚准备将温义欢杖毙，皇姐就上来认亲了。昭昭，她是何人？竟让陛下如此大动干戈？昭昭她是本王的女儿。永宁长公主倏然一惊，看向裴荣景。皇姐怎么不曾听闻？你何时多了个女儿？皇姐久居公主府，自然不曾听闻。永宁长公主刚想说什么，就被温义欢抓住袖子，凑到耳边悄悄说起话来。娘，昭昭并不是摄政王的女儿，而是捡来的。她简单的将昭昭的身世讲了出来，顺便还不忘抹黑温时宜。温时宜啊，温时宜，还好你自杀了，否则这长公主亲生女儿的身份可就不是她的了。只是温时宜不是温国公的亲女儿吗？又怎么会是永宁长公主的女儿？完了，全乱了！温义欢才不是！全乱了？什么全乱了？说呀，你们倒是继续说呀。温义欢才不是什么？结果皇帝心急如焚，小老鼠却一句都不说了，气得皇帝恨不得现在就将小老鼠抓起来严刑拷打。摄政王，你为何断定义欢就是收买土匪的幕后凶手？皇姐不如先问他自己。裴荣景冷着脸，竟然丝毫不给他面子。裴景帝赶紧为难的解释：皇姐，证据确凿，你就别袒护着他了，证据现在就在钟永侯的手里握着呢。永宁公主这才注意到跪在地上一言不发的钟永侯。钟永侯这是怎么了？为何要跪在地上？难怪温国公那个老匹夫稳如泰山呐，原来竟然还有这样的后手啊！启禀公主，是老臣糊涂，贪污了赈灾款。长公主闻言眉头皱了皱，温义欢紧张地抓住她的袖子。
我现在已经嫁给了中永侯府的世子，眼下已经育有2儿1女。言外之意，他现在已经是中永侯府的人了。中永侯府他不能袖手旁观。长公主闻言，眉头皱得更深了，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为难地转向裴景帝。陛下，中永侯你打算怎么处置？皇姐，你是打算连同中永侯府一起求情吗？陛下，永宁从未求过什么，还请陛下能够全了永宁这一次。皇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温懿欢是你的女儿，你替她求情无可厚非。可中永侯草菅人命，贪污赈灾款项，你让朕放过他，那全天下的百姓，朕又该如何交代？这还是他第一次对永宁长公主说如此重的话。永宁长公主为了大圣付出太多，还在北戎的时候伤了身子，再也无法孕育子嗣，她自然会念在温懿欢是她唯一的孩子份上，饶他一死。可是中永侯，他岂能轻易放过？陛下，中永侯这件事情，皇姐莫要再提。中永侯顿时面如死灰，皇帝这是真的打算置他于死地啊！娘，别说话。永宁不让他开口，转而看向身后的百官们。中永侯乃是我大圣的开国大臣，也是跟随先皇打江山的人。陛下若是轻易处置了中永侯，岂不是寒了老臣们的心呢？永宁再次转向裴景帝。陛下，永宁记得先皇曾经赐予中永侯一块免死金牌，就是怕他们一时糊涂走上歧路，这才给了当初的开国功臣们。若是中永侯将他交出来，陛下可否放过他们？丹青铁券。中永侯终于反应过来，陛下这是想要丹青铁券啊！可是丹青铁券是万万不能交出去的。淮南王和温国公也坐不住了，纷纷站出来。既然中永侯已经认罪，还请陛下按照律法惩处他，贪赃枉法绝对不能姑息。你们。永宁长公主傻眼了，就连温懿欢都忍不住看向了温国公。爹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这里没有你什么事儿，你闭嘴，别说话。他爹是不是疯了？陛下，老臣愿意认罪，还请陛下快些让人将老臣押下去吧。中永侯竟然有点不怕死了。废话，只要他的丹青铁券在，皇帝就没办法大动他们全族分毫。就算他贪赃枉法，最多也只会削除爵位，根本不会丢了性命。可是他一旦将丹青铁券交出去，下一步就是他们全族老小的命。不光中永侯知道这一点，就连淮南王和温国公此时也十分忐忑。一旦中永侯开了上缴丹青铁券的口子，那距离他们上缴还远吗？裴景帝的脸都黑了，如意算盘就要落空了。他不由得将求助的目光转向裴荣景，后者微微笑了下，森冷的寒意转向中永侯。按照律法，温懿欢刺杀皇室郡主，理应诛9族。中永侯贪赃枉法，罪上加罪，所以陛下直接全部拉出去斩了吧。裴景帝有点想笑，不行，要憋住。合着永宁长公主求了半天，不仅没有用，还直接要诛9族了。不行，皇姐不必担忧，诛9族不包括皇姐，毕竟她究竟是不是你的女儿还不一定。更何况她从小不在您的身边长大，即便是犯了什么事，也算不到皇姐的头上。诛9族就不带上皇姐了。永宁长公主直接要裂开了，她在说什么？温国公顿时额头直冒冷汗，这咋还冲着他来了？诛9族，算他吗？摄政王，你简直是在胡搅蛮缠！温懿欢吓得脸都白了。不愧是小丫头她爹，好腹黑。就是，这下子中永侯不得求着交出丹青铁券了。本来还想利用丹青铁券苟一苟，现在直接让你斩立决，就问你爽不爽？温懿欢气得浑身发抖，眼神死死地瞪了眼龙椅上的昭昭，恨得牙痒痒。我没有，她根本就不是摄政王的女儿，而是我长姐温时宜和外男私通生下的。此话一出，现场再次陷入死一般寂静。温懿欢，你给我闭嘴！他是不是疯了？这个时候将昭昭的身世捅出来，陛下就会放过他了？也不看看摄政王现在的眼神，就算陛下放过他们，摄政王也不会愿意。爹，女儿说错了什么吗？难道昭昭不是长姐的女儿吗？长姐虽然现在死了，但是昭昭就是她生下来的血脉呀。她冒充摄政王的女儿，本就是犯下了大逆不道之罪。
你温国公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陛下，既然昭昭并非皇室成员，奕欢就不算刺杀皇室郡主，那他不算犯了死罪吧？昭昭不是荣景的女儿，不是她的女儿会和她长得一模一样。温奕欢没见过荣景小时候的模样，难道皇姐也没见过？皇姐，昭昭就是荣景的女儿。这不可能，她明明就是温十一和外男私通所生。哼，怎么温十一就不能是和摄政王生的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难道你藏在温十一床底下偷看了？文武百官宛犹如雷劈，齐刷刷震惊地看向温奕欢。我裴景帝还不解气地狠狠瞪了裴荣景一眼，都怪他这个皇帝，若不是他一直发现不了那个姑娘就是温十一，又怎么害得那姑娘平白遭这么多罪，现在还死了，昭昭没有了娘亲，都是他的错。裴荣景心虚地摸了摸鼻子，难道当初那个女子就是温十一，所以他左肩画蝴蝶胎记，是因为要回温家？不对，裴荣景还是觉得这之间有些迷雾没有揭开。先不说当时他中药的时候，温十一还远在江南，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京城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他肩上的蝴蝶胎记是假的，他为何要在左肩画一只蝴蝶？裴荣景感觉他的眼前好像被层层白纱遮住了，根本看不清楚真相。陛下，还是快将人拉下去斩立决吧。温奕欢顿时吓得瑟瑟发抖。钟永侯没想到摄政王竟然来真的，也惊出了一身冷汗。陛下，老臣，钟永侯，不是朕不愿意放过你们，实在是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若是朕此次不能够按照国法办事，以后还有多少人将皇权放在眼里呢？所以来人，将钟永侯和世子夫人。钟永侯砰的一声磕在地上。陛下，老臣愿意将丹青铁线上缴，还请陛下看在老臣替先帝打江山的份上，饶过老臣这一次吧。裴景帝黑着脸偷偷瞪了他一眼。那么大声做什么？吓死朕了，还以为他现在要造反了呢。他不由得看向了龙椅上的昭昭。小家伙睡得真香啊，这么大声都没有吵醒他。百官们也开始纷纷求情。裴景帝假装沉吟了片刻，这才缓缓道：既然如此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钟永侯即日起没收军权，罢免常胜将军之位，回府闭门思过半年，无朕之意不得擅出。且与和温奕欢各领30大板，以儆效尤，就在宫门口行刑，让文武百官都看着。永宁长公主还想求情，被身后的嬷嬷拦住。公主，切莫再开口了，陛下这是铁了心的要惩罚温小姐，您即便再求情也无济于事啊，倒不如想法子让行刑的太监手下留情一些，温小姐也好少遭一些罪。永宁长公主闻言不由得看了眼上座的裴景帝，皇帝竟然让一个小丫头睡在龙椅上，还如此宠溺。下朝后，文武百官都跟着去看行刑了，只有裴荣景跟着裴景帝回了御书房。琪琪，这小丫头今日是不是睡得太沉了？对呀，刚才那么大的动静，她怎么一点也没有醒来的迹象？她爹怎么还没有发现小家伙情况啊？小老鼠叽叽喳喳的声音再次响起。裴景帝看向裴荣景，你过来瞧瞧昭昭，这丫头怎么还没睡醒啊？裴荣景也意识到了不对劲儿，匆忙地走上前，将昭昭从裴景帝怀中接过来。昭昭，快醒醒，跟爹爹回家了。昭昭纹丝不动，一丝睡醒的意思都没有。裴荣景伸出手探了探他的额头，没有发烧，难道是太累了？昭昭。裴荣景的面色陡然一沉，昭昭的情况很不正常。皇兄，快传御医。老奴这就去。海公公闻言就立马跑了出去。另一边，昭昭正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，四周雾蒙蒙的，偶尔有水滴滴答的声音传来。他慢吞吞地往前走了几步，试探地问道：有人吗？请问这是哪里？他的声音空灵地在四周回荡，半天都没有一点回响。这里到底是哪里呀？真的没有人出来说话吗？昭昭摩挲着前行，一不小心就踩空了，身体不由自主地下落，下一秒就感觉自己砸在了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上。等他睁开眼睛时，正好与一只巨大的龙猫对视上。你好，你也是掉进这里的吗？你知道出去的路吗？昭昭迷路了。龙猫扭动了下脑袋，忍不住鼓动了下肚皮，将昭昭颠得东倒西歪。好玩。别颠昭昭了，昭昭快吐了。大龙猫闻言终于停了下来。你没事吧？昭昭好多了。
咦，这个人类在回答我的问题啊。妈妈，你知道出去的路吗？昭昭想回家。回家的路不知道，我从出生就在这里了，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生灵。昭昭想回家，昭昭不要留在这里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昭昭想吃醉仙楼的水晶虾饺，还有爹爹买的糯米鸡。小崽子，你是不是能听懂龙龙说话？你是叫龙龙吗？我叫昭昭。龙龙，你肯定知道出去的路，对不对？你帮帮昭昭好不好？大龙猫歪着头看着他，颇具人性化的脸上闪过纠结。昭昭一瞧他这个样子，就知道他肯定有办法。昭昭的爹爹还在家等着昭昭回去呢。昭昭消失了这么久，他们肯定会很着急的。龙龙，昭昭求求你了。小崽子好可爱，好想揉揉。知道喵，不过那里很危险，你就在这里陪着龙龙喵，不要出去了好不好？不好，昭昭想爹爹了，还有粉桃姐姐他们，还有皓月，还有三哥他们。昭昭有好多的家人在等昭昭回去呢。那你能带着龙龙一起走吗？龙龙有好多的宝物，都给你。说着，大龙猫猛地张开大嘴，无数的金银珠宝从他的口中吐出来。吐着，竟然还吐出了2只黑衣人的尸体。昭昭吓了一跳，龙龙，你怎么还吃了人啊？人？他们是人？那昭昭也是人吗？昭昭是人类啊，他们也是人类。龙龙，你怎么会吃掉这么多东西？怎么什么都有啊？除了那2具尸体，他吐出来的东西除了金银珠宝，竟然还有各种药材，甚至连绿豆糕、包子、烧鸡、烧酒都有。龙龙，你怎么会吃这么多人类的东西啊？你不是从来都没有出去过吗？从我醒来后就不断有东西掉进来，掉什么龙龙就吃什么。龙龙好可怜啊！不行，昭昭一定要带龙龙一起出去，不然下一次还不知道掉什么东西进来了呢。万一龙龙吃坏了肚子怎么办？龙龙你放心，昭昭一定会带你出去的。约莫过了半刻钟，大龙猫终于抱着昭昭走到了一处悬崖处，他指了指下面漆黑不见底的深渊。龙龙以前吃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冒出来的。龙龙曾经好奇的想要看看那边都有什么，可是还没靠近就被弹回来了。龙龙出不去啊！小崽子，你真的要从这里回家吗？这里很危险的。大龙猫眼睛里满是担忧，他没说他被弹回来后还受伤了。小崽子这么弱小，真的不会死吗？昭昭有些胆怯地看了眼深渊，这就是出去的路口吗？这也太黑了吧！小崽子，要不你就留下来吧。可是爹爹还在等着昭昭呢，昭昭必须回去。娘亲说过，如果特别害怕，就把眼睛闭上。有时候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相，说不定这黑漆漆的深渊也不是深渊呢。昭昭胡思乱想地安慰着自己，从他的手臂上滑了下去。小崽子，你说要带龙龙出去的。那龙龙你跟着我吧。龙猫大眼睛亮起了小星星，它巨大的爪子忽然在自己眉心一点，一缕银白色的光晕从它额间飞出，缓缓融入昭昭眉心。龙龙，你刚才给昭昭的是什么？龙龙也不知道，就好像龙龙应该这么做。小崽子，我好像能听到你心里在想什么哦。你是不是在想回去后一定要去厨房把前天没吃到嘴的酱肘子偷出来？龙龙，你竟然连这个都知道！龙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在刚才，他突然就能读懂小崽崽的心声了。昭昭瞬间就乐了，龙龙也太厉害了，他能听懂自己的心声，是不是也能听懂别人的？那岂不是谁对昭昭有坏心思，龙龙都能知道？哈哈哈！看以后还有谁敢欺负昭昭？昭昭一定在他们还没动手前，先将他们喂杀在摇篮里。先去拔光他们的胡子，再去剃掉他们的头发，再把张寡妇家的夜壶套他们头上。龙龙学着昭昭的语调，奶凶奶凶地叉着腰道。昭昭闻言，脸颊瞬间爆红。龙龙，你不可以偷听昭昭的心声。昭昭，谁叫我啊？昭昭忽然听见有人在他耳边喊他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身体好像被一股强大的吸力猛地往悬崖底下拽。掉下去前，下意识抓住了龙龙的大爪子，紧接着一阵天旋地转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昭昭，快醒醒，是爹爹！
裴荣景的声音透着焦急。这都这么久了，他怎么还没有醒？你不是说他身体没有问题吗？老臣真的没有发现小郡主的身体有何异样，兴许只是太累了，睡得有些沉。废物！昭昭若是有个好歹，朕一定砍了你的头！御医们一听这话，纷纷求饶。哎呀，昭昭啊，哀家的好昭昭，你快醒醒吧！昏迷中的昭昭听到吵闹声，忍不住皱了皱眉，下一秒忽然睁开了眼睛，正面对着他抽泣的太后，乍然愣住了。昭昭，皇祖母啊！哎，他这是回来了。昭昭眼底闪过惊喜，不管不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听到动静的裴荣景和裴景帝骤然转身，再看到昭昭正坐在床上，惊喜地打量着四周。裴荣景急忙2步走到他身前，吓死爹爹了！你刚才是怎么了？爹爹怎么喊你，你都不醒。昭昭刚想开口说梦中的事情，忽然瞧见对面的空地上站着一只巨大的龙猫。阳乐，你真的出来啦！大龙猫冲他呆萌的点点头。昭昭，你在和谁说话？昭昭抬起手指了指大龙猫。弟弟，昭昭在和龙龙说话呀，他就站在那里呢。几人皱眉，齐刷刷朝裴荣景身后望去，那里除了宫女什么都没有。昭昭啊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那里什么都没有啊。裴荣景也是一脸担心地望着他。太后心急地抬起手在他额头上探了探，也没发烧啊，怎么就出现癔症了？昭昭瞳孔微微放大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龙龙啊，好大好大一只龙猫，弟弟，你们看不见吗？什么大龙猫？龙猫又是什么物种？长得像龙的猫？昭昭，这是不是中邪了？林御医，快来给小郡主看看。林御医哪里敢怠慢，连滚带爬的过来。小郡主啊，你除了看到大龙猫以外，可有看到其他恐怖的东西？没有。爹爹他们怎么回事？龙龙那么大的身体摆在那里，他们竟然看不见。龙龙灵活地挪了过来，期间挨到了裴景帝，也从他的身体中何处穿了过去。龙龙，他们怎么看不见你呢？龙龙也不知道呀，不过他们现在心里想的是，你是不是中邪了，见到了脏东西，还准备请国师进宫给你驱邪。海公公，你立刻拿着朕的令牌出宫去寻找国师前来。海公公一刻也不敢耽搁，连忙接过令牌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海公公，昭昭真的没有中邪，不需要找国师，你快回来，回来呀！昭昭无语了。裴荣景在他身旁坐下，眼看着就要坐在龙龙身上，昭昭立马挡住他。爹爹，龙龙坐在这里呢，你不能坐他身上哦。裴荣景脸都黑了，这该死的邪祟竟然还敢靠近昭昭。他不动声色地猛地击出一掌，直接打在了空气上。你确定感觉有点傻？不许你这么说我爹爹。这脏东西竟然还说我坏话，欺负我听不见是吧？昭昭，快到爹爹身边来。昭昭叹了口气，朝裴荣景张开了双臂。爹爹，龙龙不是坏人哦，他不会伤害昭昭的。太后在心理作用下，竟然感觉到四周凉飕飕的。昭昭啊，你真的不害怕吗？皇祖母不怕哦，龙龙说你天天为菩萨诵经，有菩萨保佑，脏东西不敢靠近你的。不过龙龙说皇祖母最好少吃臭豆腐哦，不然还会拉臭便便的。这看不见的东西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竟然知道我偷吃臭豆腐，每次都是让暗卫偷偷买了交给我，半夜躲在被窝里偷吃的，就连贴身宫女都不知道啊。还有黄伯伯，龙龙说你别吃辣子啦，吃再多你也生不出女儿的，而且辣子吃多了会便秘哦，万一下次你再拉不出来，就得要人帮你掏了。你之所以生不出女儿，是因为你上辈子生不出儿子，向菩萨许愿这辈子只要儿子的。裴景帝脸都绿了。那个叫龙龙的究竟是什么邪祟啊？竟然连这么隐秘的事情都知道。不行，除了，必须除了，邪祟不能留。昭昭亮晶晶的大眼睛咕噜噜落在了裴荣景身上。爹爹，龙龙说爹爹你……后者赶忙捂住了他的嘴。闭嘴，爹爹不想知道。谁知道裴景帝不干了。哎呀，皇帝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怎么能这么捂着我们昭昭的嘴巴呢？还不快把我们昭昭放开，万一捂出个好歹儿，可怎么办呢？皇兄放心，臣弟自有分寸。想知道我的秘密，做梦。哎呀，慢点，
本国师的腿都要断了。哎呦，我的国师大人呐，事态紧急，您就跟着老奴跑快点吧。海公公半拖半拽地将国师从殿外拽了进来。什么事态紧急啊？本国师早就给皇帝算过了，未来3年他都相安无事。咱家可没有说是皇上的事儿啊。国师一愣，刚想问那是谁呀，目光倏地落在了大殿中央的昭昭身上。昭昭也瞧见了他，眼睛微微眯了起来。哼，又是这个糟老头，坏得很。裴景帝连忙走了上来。昭昭今日总是说胡话，白日里还睡不醒，朕有些担心他中邪了，这才不得已请国师进宫一趟。中邪？国师的眼睛微微一眯，仔细地打量了昭昭一眼。那贱兮兮的小模样哪里像中邪了？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，就把我大半夜叫进宫来？本国师瞧他好得很。那国师大人的意思是昭昭并未中邪，那他胡说八道的那些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个国师啊，你确定没在昭昭身边看见什么东西？比如大龙猫？国师闻言愣了愣，目光仔细地打量了眼昭昭，微微皱眉。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这小东西身上干干净净，一点邪气煞气都没有，能有什么东西？本国师并未看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。连龙龙都看不见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国师呢？哎呦，你这个小东西怎么说话呢？什么东西本国师看不见呢？就是龙龙啊，他就站在这里呢，你还说你看不见？昭昭看啊，你就是没本事。这个小东西是不是太记仇了？就因为当初我说了他娘亲几句坏话，就记仇到现在了？哎呦，你这个小东西，你真是气死本国师了。裴景帝和太后等人面面相觑，这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国师吗？稳如泰山，仙风道骨呢？来，你个老不孝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竟然偷看花本子，哼，还是2大美男出月图，边看还边啧啧咂舌，说人家姿势不对呢。昭昭冲国师略完，忽然好奇地看向裴荣景。爹爹，什么是姿势不对啊？龙龙说他也不知道。裴荣景的脸瞬间黑了，一把捂住了昭昭的嘴巴。他闺女怎么总是口出狂言？裴景帝和太后等人彻底石化了。他们刚才听见了什么？国师竟然偷看美男出浴图？娘爷，这也太幻灭了！国师在众人心目中高大上的形象瞬间崩塌了。你胡说八道，本国师才没有。然而他欲盖弥彰的话，没有一个人相信。这个小东西是怎么知道我偷看画本子的事情啊？还是美男出浴图，就算看了又怎么样？单纯的欣赏下怎么了？昭昭才没有胡说八道，想要反驳，奈何他爹是铁了心不想放开他了。昭昭只能委屈的眨眼睛，控诉的望着裴荣景。爹爹居然向着国师，不爱昭昭了吗？裴荣景对上他的眼神一阵头疼，这小丫头又在胡思乱想什么？最终还是太后笑眯眯地打破了僵局。那个，既然昭昭不是中邪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说完还不忘偷看了眼国师，心里早就笑疯了。本来他偷吃臭豆腐的事情被昭昭说了出来，他还觉得老脸没处搁了，现在听到国师的秘密后，他心里彻底平衡了。谁的秘密有国师的炸裂呀？国师大人该不会是好男风吧？看来还是让那几个孙子以后千万别往国师府跑了，要不然哪天被国师给占了便宜，他们连说理儿的地方都没有啊！国师被太后的目光看得十分不自在，心中不免有些不悦。这老太婆一直盯着本国师干什么？难不成看上本国师了？想当初本国师也是一枚俊美飘逸的美男子，可惜呀，本国师醉心修炼，可没时间管这些小情小爱。昭昭趁着裴荣景不注意，立马扒拉下他的手。我的个娘亲呀，这国师也太自恋了，皇祖母才瞧不上他呢。昭昭的话音刚落，大殿中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。太后老脸一红，瞳孔地震地瞧着国师。那个国师，哀家绝对对你没有非分之想，还请国师莫要在心中诽谤哀家呀。裴景帝也吓得不轻。国师，
国师气炸了，真的气炸了。他哆哆嗦嗦地指着昭昭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。这小东西不对劲儿啊，他怎么能知道我心中在想什么呢？他目光一转，倏地落在了他脖子上的玉佩上，忽然目光一震，下意识向昭昭冲去。裴荣景条件反射地挡住他。国师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国师没时间搭理裴荣景，目光死死盯着那块玉佩。本国师给你的玉佩怎么裂了？玉佩！昭昭下意识朝脖子望去，果然看见裸露在外面的玉佩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缝。啊！娘亲留给我的玉佩！昭昭惊呼一声，一把握住了玉佩，结果他的手刚碰到玉佩就碎了。玉佩！娘亲给昭昭的玉佩碎了！皇太后瞧见这一幕，上前安抚：昭昭乖，不哭啊，不哭，玉佩有灵，它碎了，肯定是为了保护昭昭的。可是这是娘亲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娘亲，昭昭想娘亲了。哎呦，别哭啊！黄伯伯命人给你打造一块一模一样的，给你好不好啊？可昭昭还是哭得停不下来，小身体一抽一抽的。裴荣景手足无措地替他擦拭着眼泪。昭昭不哭，明日便是清明节，爹爹陪你去替娘亲扫墓可好？昭昭听到这里，才终于止住了哭声。爹爹明天真的会带昭昭去看娘亲吗？真的，爹爹向你保证。昭昭这才止住了哭，娘亲给他的玉佩碎了，他连娘亲唯一的念想都没了。昭昭心里酸酸胀胀的，眼睛也是酸酸的，不是假装的哭，是真的感觉有东西想要疯狂的涌出来。这就是娘亲说的伤心难过吗？国师表情格外凝重，抬起手掐指算着什么，越到最后表情越严肃难看。你最近都去过什么地方，做过什么事？玉佩是怎么碎的？昭昭脖子一缩，将他这2天干过的事情都说了一遍，包括偷钟永侯金库和炸了扶风寨的事情。不是这些，还有什么？你是不是隐瞒了本国师？昭昭皱了皱眉，眼睛倏地一亮，刚想把龙龙的事情告诉他，忽然感觉自己的袖子被扯了下。他疑惑地转向身侧，只见龙龙举起爪子在唇边做了个嘘的动作。昭昭表情有一瞬间疑惑，不过很快坚定地选择了相信龙龙，毕竟糟老头之前还骂过娘亲，万一让他知道了龙龙的来历，真当邪祟了怎么办？昭昭全告诉你啦。国师双眼微眯，怀疑地看了眼昭昭左侧的虚空，那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小东西分明是看了眼那个方向才选择隐瞒的，看来他有必要好好接触一下小东西了。国师可发现了什么不妥？国师捋了把胡须，表情恢复了淡然。也没什么不妥，本国师瞧着这丫头也4岁了，摄政王就没有想过让她学些武艺傍身吗？裴荣景闻言一愣，这他还真没想过，就连启蒙学习都是三皇侄跟他提起，他才安排的，入学也到秋后了。昭昭确实应该学些武艺傍身，否则就按照他这个爱乱跑的性子，指不定以后会遇到什么危险呢。朕也觉得是啊，就按母后说的，皇帝你尽快给昭昭找个武艺师傅吧，何必那么麻烦，本国师便可以教他。什么？国师竟然想收昭昭为徒弟？国师大人，你这是准备收昭昭郡主为徒弟吗？徒什么弟？是徒孙。这小东西要是成了他徒弟，那辈分不就乱套了吗？哎呦，这国师什么时候变成了个暴躁小老头了呀？裴荣景深邃的眼眸微垂，看了眼昭昭。昭昭想跟着国师学武功吗？昭昭不想跟他学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小东西，你别不识好歹啊！老夫肯教你，那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，你竟然还拒绝！哼，昭昭才不要跟你学呢！你这糟老头子坏得很，一看就没有安好心。龙龙刚才都告诉他了，这老头想打听他身上的秘密，才会收他为徒孙的。哼，昭昭很聪明的，才不会上当呢。国师指着昭昭刚想发火，忽然得意地笑出声。小丫头，你确定不做我的徒孙？既然如此，那老夫可就没有理由帮你修复玉佩了。老夫我呀，只帮我的徒孙而修。怎么不早说？这糟老头果然坏得很。他真的会修命。这糟老头就是故意的。国师瞧见昭昭生闷气，暴躁的心情终于顺畅了。嘿，
我还不信治不了你这个小家伙呢。小老头，跟你学武功也能像爹爹那样在空中飞来飞去吗？那是自然，不仅可以飞来飞去，还可以以一当十，杀得坏人片甲不留。想当初，老夫我可是一个人从1000人的队伍中如履平地，所过之处皆是残骸。昭昭越听眼睛越亮，那昭昭愿意跟你学。哼，老夫现在还不想收徒。爹爹，你那么厉害，也可以教昭昭的吧？昭昭不拜师了，跟爹爹学好不好？国师脚下一滑，差点摔个倒仰。哎呦我去，这小家伙怎么这么不经斗啊？裴荣景揶揄地偷瞄了眼国师，嘴角都翘起来了。当然可以，爹爹也很厉害哦。好耶，那昭昭就跟爹爹学。不行，小东西，你可是老夫看中的徒孙，你只能跟老夫学。昭昭眼珠子咕噜噜一转，小手伸了出去。那昭昭的拜师礼呢？哇，你该不会是想空手套徒孙吧？还是昭昭这么聪明伶俐、活泼可爱、古灵精怪的小徒孙？国师差点抹着眼泪出宫，收了个徒孙，差点将他这辈子的积蓄都搭进去了。弟弟啊，国师怎么跑得那么快呀？是因为太高兴了吗？裴荣景违心的应了声，他还是头一次见到国师这么吃亏的模样，真是恨得牙痒痒又无能为力。马车刚在摄政王府停下，大黄驮着皓月就冲了出来。小丫头，小丫头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大黄，快看看昭昭今天都收获了什么。昭昭刚刚将荷包打开，就发现刚才国师给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。该不会是糟老头子骗我的吧？不灵不灵的大宝石呢？还有那些珍贵的丹药呢？就在这时，一声不合时宜的打嗝声响起，昭昭倏地转头，就瞧见大龙猫正惬意地眯起眼睛，揉着自己肚子。龙龙，你该不会把昭昭的东西都吃了吧？喵，抱歉啊，龙龙一看见宝物就忍不住想吃进肚子里。昭昭想要的话，龙龙还可以给你吐出来啊。昭昭眼睛一亮，忽然想起来他在神秘地方中的时候，也曾将吃过的东西都吐出来过。难道龙龙的肚子可以储物？龙龙，那些东西是不是只要进了你的肚子，就会一直保持原样呢？好像是啊，喵。好耶，那以后昭昭的东西就都可以放在龙龙这里啦。龙龙双眼眯成了月牙状，裴荣景交代了管家几句话，这才走到昭昭身边。在聊什么？这么开心？嘿，不告诉爹爹。昭昭不是不信任爹爹，而是怕吓到他。毕竟爹爹可是一直认为龙龙是邪祟呢，要是再把国师请过来要抓龙龙怎么办？小丫头，还有秘密了？裴荣景失笑地摇摇头。好了，快回去睡觉吧，明日爹爹带你去给你娘亲上坟。听到他提起娘亲，昭昭的眼神闪过一抹黯然。晚上昭昭太过想念娘亲了，还做了个梦，梦里娘亲眉宇间都是笑意，喊她昭昭。天刚微微亮，马车摇摇晃晃地停在了一处半山腰。昭昭刚被裴荣景抱下马车，蹭蹭蹭就朝坟头跑去。刚跑了一半，猛地急刹车，在看到坟头上的情况时，再次加快了脚步。娘亲，娘亲！裴荣景等人也发现了坟头的异样，追了上去。怎么会这样？是谁跑了温小姐的坟？不仅如此，就连棺材都被人掀开了，里面此时空无一物。娘亲，娘亲，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是谁动了娘亲？裴荣景不忍心地上前抱住他。燕雨，给本王查，好好查，一定要揪出幕后之人。人死如灯灭，究竟是谁竟然如此歹毒？人死了都不让他安生。2条小花蛇从坟墓中爬了出来。又有人来刨坟了，这是这个月第几波了？没记错的话，已经是第3波了。这些人干嘛对一个尸体这么执着？谁知道呢？哎，对了，那尸体是怎么消失的？我记得第1波刨坟的人打开棺材的时候，里面就是空的呀。该不会下葬的就是空棺材吧？有可能。裴荣景因为抱着昭昭，将2条小花蛇的话听得一清二楚。爹爹，娘亲她当初就是爹爹让人下葬的，难道是爹爹藏了娘亲的尸体吗？裴荣景眉心一跳，知道小家伙可能是误会了，连忙冷着脸转向燕语。燕语，当初温师爷下葬时是否在棺材中？王爷，是属下亲眼看着温小姐被装入棺中，进上棺材定的，绝对不可能是空棺。那就说明温师仪下葬时还在棺材里，那他又是如何从棺材中消失的？还有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来刨坟开棺？
裴荣景靠近了下棺材，观察了一下，棺材十分干净，根本不像是装过死人用的，另外一点异味都没有，这很不正常。燕羽，温氏一入棺时，可还有什么异样？燕羽拧着眉努力想了下，回王爷，并无任何异样，除了有些太过轻了些，可能是温小姐生活的并不如意，所以体重相较于其他女子要轻得多。昭昭的眼泪又要掉下来，娘亲总是心疼她，有什么好吃的都是紧着她吃，所以才会那么瘦。什么味儿？好臭！喂，该死的黄鼠狼，它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放屁？熏死了！下次碰见一定要叼它的尾巴。两条小花蛇着急忙慌地扭走了，似乎多待一刻钟都是一种折磨。黄鼠狼的臭屁？这里是半山腰，有黄鼠狼也很正常。王爷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裴荣景眯着眼睛摇了摇头。走吧，先跟爹爹回去，你娘亲的事情，爹爹会让人调查清楚的。昭昭挂着泪珠点点头，临走时还依依不舍地看了眼敞开的坟包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觉得娘亲是不是没有死。从山上回去，昭昭就病了，梦里不断喊着娘亲。期间裴景帝和太后都来看过了，但是昭昭就是不醒来。最后没办法，不仅把秦谷主给请回来，就连国师都一并到场。结果秦谷主把过脉后说，我徒儿身体好得很，这是忧思过重，自己不愿意醒来。国师表情有些凝重地掐着手指，心情别提多糟糕了。你是说你带着小东西去上坟，发现温十一的坟被人给刨了？是，以现场的痕迹来看，至少有2拨人刨坟。国师手指头掐得都快冒火星子，愣是没算出来怎么回事。怪了，他现在竟然算不出那坏东西的命格了，甚至连刨坟的人都算得模糊不清，依稀直指南方。这丫头顾念太深了，一时半会儿是醒不来了。护国寺有一方净莲池，池中的莲花有清心的功效，你即刻带着小东西前往护国寺，求一株净莲放于床头，只需1晚，他便可以醒来。多谢国师。裴荣景答应了下来，便安排人即刻启程。天快黑时，马车终于在山脚下停下。剩下的台阶，裴荣景只能抱着昭昭一步步踏上去。半山腰上已经有小和尚在等候。阿弥陀佛，请问可是裴施主？小师傅怎知我们会来？是方丈知晓了贵人今夜会来此，特让我在此等候的。施主，请。裴荣景眼眸微垂，带着人跟上了小和尚的脚步。护国寺的方丈不愧是先皇的师傅，竟然如此厉害，连他们今夜会来都算到了。约莫走了半个时辰，小和尚直接带着他们到了有净莲池的院落。施主，方丈说了，池中的净莲，施主可以自行去取，待明日天亮再接见贵客。多谢。小和尚行了一礼后退了出去。裴荣景打量着小和尚离开的背影，微微皱眉。王爷，可是有哪里不妥？你现在去取净莲来，待会儿送到昭昭的房间。是。一会儿，燕羽就将净莲带了进来，他将净莲放在了盆中。王爷，这里有奴婢和粉桃守着，您要不先回去休息片刻？万一郡主醒了，您再病倒了怎么办？裴荣景捏了捏眉心，看了眼昭昭安静下来的睡颜，点了点头。本王就在隔壁，有情况直接喊。是，王爷。昭昭这2日睡得一点都不安稳，但是净莲刚放到床头，昭昭也跟着平静了下来。不愧是护国寺的净莲，竟然这么神奇啊！可不是，如今也不是莲花盛开的季节，这莲花却开得格外生机勃勃，真是令人惊叹。粉桃和青梅趴在了一旁的桌子上小憩，龙龙则来到床榻旁，担忧地盯着床上昏迷不醒的昭昭。妙妙，醒醒，他怎么还不醒啊？龙龙太担心了，挪动着自己胖嘟嘟的身体挤在了昭昭床头，他大眼睛咕噜噜转动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忽然低头用自己毛茸茸的脑袋抵在了昭昭额头。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在2人额间处猛然爆发出刺眼的银光，下一秒龙龙的身影被银光包裹，消失在了原地。夜色黑暗，一道黑色的身影慢慢地朝床边靠近。躺在隔壁的裴荣景倏地睁开双眼，警惕地转向了隔壁。黑衣人蹑手蹑脚的，手中匕首在月光下泛着森冷的光。荔枝和红英猛地从房梁上翻下来，屋内立即响起了打斗声。趴在桌子上的粉桃和青梅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一看就是中了迷药。裴荣景和燕羽破门而入，手中长剑同时直指刺客。黑衣人见状，身体一滑，从窗户口翻了出去。几人对视
一眼，留下裴荣景守着昭昭，其他人迅速追了出去。黑衣人身体好似泥鳅般，燕羽三人合力都没办法将他拿下，尤其是红英的匕首刺入对方体内时，竟然连一丝血都没有流出来。这家伙不对劲，他似乎根本没有战斗的意思，只想赶紧逃离此处，绝对不能让他跑了。红英非常默契地配合荔枝，断了黑衣人的退路。听到打斗声的姜慈州也带着阿玉出现在了院子里。姜大人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查案。姜慈州与阿玉加入了战斗。就在几人以为他必定要束手就擒时，他忽然身体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扭动，整个人如同烂泥似的倒在地上。仅仅几个呼吸间，黑衣人的身体就化作了一滩黑水，且不断有扭动的拇指粗的虫子从黑水中往外跑。荔枝吓了一跳，猛地后退2步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姜慈州从怀中掏出火折子点燃，直接丢在了黑衣人的尸体上。这是南疆的古人。原来是南疆古人，难怪我们几人合力也没有办法将他抓住。红英说完，眉头微微皱了下。属下曾听说过，这些古人极难养成，除了十分重要的暗杀，否则绝对不会用到他们。可他为什么要来刺杀小郡主？恐怕只有幕后之人知道了。片刻后，房门被人从里面打开，裴荣景抱着睡得迷糊的昭昭走了出来，目光落在那簇火焰上，又淡淡的收回。方才他们的交谈声，他在屋内已然知晓。他们前脚刚来到护国寺，后脚刺客就来了。这么巧，看来黑暗中一直有一双眼睛，正时时刻刻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裴荣景敛住心神，转向姜慈州。软骨病的案子，姜慈州点头。可有眉目了？目前只知道他们来过护国寺，求了平安符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那些平安符我已经命人收集起来，并未发现有什么不妥。西河县令今日命人来报，又有5名男童相继害病。裴荣景眸光微微动了动，转头望向了不远处的主院护国方丈的住处。明日可以先去见见无尘方丈。你怀疑他？都是来过寺庙领了平安符才出的事，方丈应该知道点什么。裴荣景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怀疑，毕竟连他河石上的山都能算到，说明这方丈本事不小，如何又不知道他寺庙的护身符有问题？要么包庇维护，要么方丈就是幕后之人。别忘了，他可是先皇的师傅，若真有问题，你们皇室也撇不开关系。本王是天下百姓的摄政王，可不是皇室的摄政王，更不是护国寺的摄政王。既然如此，本官可就安心查案了。他还真怕查出点什么牵扯到护国寺方丈以及上面的皇室。既然裴荣景都这么说了，自然是没有包庇护国寺的意思，他自然能放开手脚查案了。送走了姜慈州等人，裴荣景抱着昭昭回了房间。因为刺杀的事情发生，裴荣景不放心，直接在昭昭房间的卧榻上合衣躺下，渐渐的困意也席卷了上来。天刚微微亮，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。施主可起床了，我们方丈让我来请您过去。裴荣景从榻上坐起身，多谢，我们稍后便来。小和尚走后，粉桃和青梅端着脸盆走了进来，为两人洗漱。青梅正给他擦着脸颊时，昭昭终于迷迷糊糊睁开了眼。小郡主，你真的醒了？裴荣景顺着目光看到昭昭漆黑圆溜溜的大眼睛，旋即起身，径直来到了昭昭身旁。可还有哪里不舒服？没有哪里不舒服，就是昭昭好饿，昭昭感觉自己饿的能吃下一整只烧鸡。小郡主看着是大好了，否则怎么只惦记着吃呢？粉桃姐姐不许笑我。裴荣景将她从床榻上抱起来，吃，洗漱完毕就带你去吃东西。姐姐最好啦。小贪吃鬼。昭昭脑海中猛地响起一道声音，她身体不由得一怔。龙龙，你怎么在昭昭的脑袋里啊？龙龙也不知道，龙龙见昭昭醒不过来，就想跟你贴，然后就进来了。那龙龙你还能出来吗？该不会以后龙龙都要住在他的脑袋里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可以试试。晚上回来再试吧。昭昭现在要去吃好吃的。龙龙见他也不在意，也安静地待在了他的脑袋里，而且他还惊奇地发现，他现在竟然可以和小崽子共享思想了。就比如，爹爹身上好香啊，是不是背着昭昭偷偷撒香粉啦？粉桃姐姐又好看又勤快的，要是以后谁娶了粉桃姐姐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龙龙缩在昭昭的识海中，不用看外面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裴荣景抱着昭昭出门口，就看到了在院子中等候的小和尚。小师傅怎么没走？
阿弥陀佛，方丈命我在此等候贵人，带贵人一同前往。小和尚做了一礼，这才转身带着裴荣景等人往后院走。裴荣景眸光动了动，没说什么，抬腿跟上了小和尚的脚步。昭昭好奇地瞪大眼睛瞧着小和尚的后脑勺，哇，他的脑袋又光又圆，还会反光呢。要是蜈蚣爬到他头上，会不会打滑到劈叉呢？蜈蚣劈叉会变成蜘蛛吗？龙龙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。龙龙，你刚才是在笑吗？龙龙没有笑。龙龙面无表情的撒谎，实则内心十分震惊。他原本只是能听到小崽崽心声，现在是直接思绪共享了。他就算不主动去听，小崽崽的心声也会自动钻入他的脑海中。爹爹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呀？昭昭好饿，爹爹是不是忘了给昭昭吃饭啦？昭昭要现在跟爹爹提一下吗？什么味道？好香，是虾饺的味道。还有杏仁酥还有昭昭爱吃的糯米鸡。昭昭小脑袋转来转去的，寻找着香气的飘来的方向，目光猛地和不远处的姜慈州撞到了一起。是美人叔叔，他是来投喂昭昭了吗？姜慈州提着好多吃的，直接来到了裴荣景身边。小陈吗？就知道你饿了。美人叔叔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当然是来看我们昭昭的呀。那昭昭想不想叔叔？想，简直太想啦！昭昭嘴上说着想，眼睛却一刻都没从他手中的食盒上挪开。哇，糯米鸡、杏仁酥，还有虾饺，昭昭想死你们了。要是再来一只酱肘子，那就完美了。姜慈州在裴荣景身侧随行，约莫1刻钟后，小和尚才带着几人停在了禅房外。小和尚伸出手指了指院子里的凉亭。阿弥陀佛，方丈只叫了这位贵人进去，还请几位在此等候。裴荣景走过去，将昭昭放在石凳上。爹爹进去见一下方丈，你在这里跟你姜叔叔玩一会儿。知道了，爹爹，你快去吧。裴荣景进入禅房没多久，龙龙忽然觉察到危机。有危险！昭昭啃的鸡腿倏地掉在了地上，小脑袋警惕地看向四周。危险？什么危险？龙龙，你可别吓唬昭昭。对面的树上有一只猫头鹰，它昨天就开始跟着你。昨天夜里它刚出现，就有黑衣人刺杀你，所以龙龙担心。龙龙的话还没说完，一群乌鸦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，径直朝着昭昭冲过来。哪里来的乌鸦？怎么会这么多？燕雨和阿玉立马抽出长剑斩杀冲来的乌鸦。姜慈州神色有些凝重，一直将昭昭护在身后。乌鸦虽然多，但现在是大白天，这些乌鸦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只有一只断了翅膀的乌鸦跌落在地上，好似忽然清醒了般尖叫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的家人怎么都死了？我的翅膀怎么断了？昭昭闻言立马蹲了下来，将小乌鸦捧在手心中。你不记得刚才发生了什么吗？我不记得了。我明明在山洞里休眠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的家人都死了，我是不是也要死了？昭昭有些于心不忍，连忙将疗伤药取出来给他敷上。龙龙，他这是失忆了吗？不是哦，他是神识被人控制了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。糟糕，那只猫头鹰要跑，小崽崽，快让人抓住它！昭昭猛地转身，荔枝姐姐，快抓住那只猫头鹰！荔枝条件反射地甩出短刃，将它钉在了树上。猫头鹰发出尖锐的叫声，扑腾得更加厉害。昭昭为什么要抓那只猫头鹰啊？昨天夜里昭昭被刺杀的时候，也听到了猫头鹰叫。昭昭怀疑这是幕后之人豢养的猫头鹰。小丫头昨夜不是还在昏迷当中吗？连猫头鹰叫了没有都知道。他忽然想起来，昭昭都能听懂小金鱼说话，会知道猫头鹰也不稀奇。燕雨提着猫头鹰走了回来。咕咕，该死的人类，快放开我！安静点，再动花光你的毛。猫头鹰顿时偃旗息鼓，脑袋耷拉下来。昭昭漆黑的眼睛咕噜噜一转。猫头鹰，你的主人让你来刺杀我的。咕咕，废话，不然看你长得好看吗？真有眼光，我也觉得昭昭长得最好看。咕咕咕咕咕咕，这小丫头在说什么？她居然能听懂我说话。她刚才没有乱叫什么吧？没有把主人给暴露出来吧？你是不是在想刚才有没有暴露你主人的身份？咕咕，我说不说就不说，才不会告诉这个臭丫头，我的主人就是沈清呢。
昭昭眼睛倏地一亮，是沈清派你来的。咕咕。猫头鹰震惊地抖动着翅膀，他刚才明明什么都没说。昭昭转头看向站在身后的江慈州，媒人叔叔，沈清是谁啊？这只猫头鹰的主人叫沈清。江慈州讶异，这就全都说了。没说，什么都没说，他瞎猜的。沈清就是你在长乐坊见过的平阳侯的外孙。是他，他就是坏姨姨的表弟，也是经常找人欺负娘亲的人，他也是个坏蛋。媒人叔叔，那是沈清想要杀昭昭吗？有可能，不过他应该只是被人利用了。沈清是大圣朝的人，断不可能会什么巫蛊之术，更加不可能养出来古人。